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。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，力求客观呈现。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，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。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，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。全网刷屏破防，赵丽颖角色高考混剪爆火，每一个角色都是最好的祝福。每年高考季，总有那么一段视频，能悄悄温暖整个考生群体，带来治愈般的力量。近期，赵丽颖角色高考加油混剪便火速刷屏各大平台，点赞与转发量一路飙升，成为今年高考最受欢迎的应援画面。与千篇一律的加油文案不同，这段混剪汇聚了赵丽颖10余年来的经典荧幕角色，用一个个逆风而上的故事，为千万考生送上独一无二的祝福。画面温柔而有力量，情感直击人心，瞬间戳中无数网友泪点，被大家称为最走心、最有氛围感的高考应援。这段混剪之所以能迅速出圈，关键在于内容格外真实，极具共鸣。视频没有花哨特效，全程串联赵丽颖塑造的励志角色，从坚韧隐忍的普通少女到步步逆袭的独立女性，每个角色都不是天生开挂，她们都曾身处困境，历经挫折，却依靠咬牙坚持，默默沉淀，永不放弃的韧劲，最终突破困境。这种成长历程与高考生寒窗苦读、奔赴考场的心路完美契合，代入感满满。混剪中每一个经典角色都像为考生量身定制的心灵写照，温婉坚定的林婉晴，顽强拼搏的许半夏，清醒勇敢的沈黎，以及众多平凡却勇敢的小人物。这些角色告诉考生，没有白熬的夜，也没有白走的路。10几年题海遨游，无数次崩溃又自愈的瞬间，都是为了此刻破茧成蝶。平凡的坚持，终将换来闪闪发光的未来。赵丽颖本人的人生经历，更为这段混剪注入了最动人的底色。她非科班出身，成长于普通家庭，一路默默耕耘，脚踏实地，从无人知晓的小配角，一步步逆袭成为国民实力派演员。她的人生轨迹与剧中角色高度契合，从不依赖天赋捷径，而是靠坚持和努力不断翻盘。这份逆风成长的经历，使得高考混剪不再是简单的画面拼接，而是最真实、最滚烫的青春鼓励。无数网友看完纷纷留言破防，直呼这是年度最治愈的高考祝福。相比空洞的口号，赵丽颖用一个个鲜活角色告诉考生，全力以赴的你本身就足够耀眼。高考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人生起点。所有熬过的苦难，付出的努力，都会成为未来路上的底气。温柔治愈的画面搭配热血励志的内核，抚慰了无数紧张焦虑的考生和家长的心。一年一度高考，岁岁年年见证成长。赵丽颖角色高考混剪的爆火，不仅是网友对经典角色的喜爱，更是对拼搏青春的深情致敬。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学子都能如赵丽颖塑造的每一个角色般，不惧考验，不负努力，向阳而生。落笔生花，超常发挥，合上笔盖的那一刻，山河壮阔，未来璀璨，不负韶华，顶峰相现。下面是一篇符合粉丝感受加影视评论风格，约1000字左右的中文原创评论文章。这些天，高考相关的话题刷满网络，而最让我感动的一条视频，却不是某位学霸的采访，也不是某个考场外的催泪故事，而是一支关于赵丽颖经典角色的高考混剪。短短几分钟的视频，没有华丽的包装，没有刻意煽情的台词，却意外让无数网友看红了眼眶。评论区里有考生留言说，看到许半夏的时候突然有了勇气，也有家长感慨，这比任何加油口号都更有力量。为什么这样一支视频能够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？因为它传递的恰恰是每一个普通人最需要的信念，坚持终有回响。这些年，我们看过太多赵丽颖塑造的角色，从花千骨里的倔强成长，
到陆贞传奇里的逆风翻盘。从风吹半夏中敢拼敢闯的许半夏，到与凤行中坚定勇敢的沈黎，他塑造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从来不是天选之子，也没有开挂人生。他们会失败，会受伤，会被误解，会在最艰难的时候怀疑自己，但从来没有轻易放弃。而这恰恰与高考生的成长轨迹如此相似。高考从来不是一场轻松的旅程，无数个深夜刷题的时刻，无数次考试失利后的失落，无数回想要放弃却又重新振作的瞬间，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。当这些经历与赵丽颖角色一路成长的画面交织在一起时，那种情感上的共鸣便自然产生了。尤其是看到许半夏在困境中一次次站起来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，这不就是很多考生的缩影吗？也许成绩并不总是理想，也许曾经跌倒过很多次，但只要不放弃，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真正打动人的，从来不是成功本身，而是在成功到来之前，那些无人看见的坚持。这也是为什么赵丽颖的角色总能拥有如此旺盛生命力的原因，因为她演绎的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传奇，而是普通人的奋斗故事。更令人感慨的是，赵丽颖本人的人生经历与这些角色形成了奇妙的呼应。她出身普通家庭，不是科班演员，没有强大的背景资源。刚进入演艺圈时，她也曾经历漫长的跑龙套岁月。面对质疑和偏见，她没有抱怨命运不公，而是用一部又一部作品证明自己。从默默无闻到家喻户晓，从被人低估到获得观众认可，她走过的每一步都并不轻松。很多人喜欢赵丽颖，不仅仅因为她长得漂亮，更因为她身上始终保留着一种特别珍贵的力量，脚踏实地。她让人相信，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。这种力量，对于正在经历高考的年轻人而言，无疑是一种最真诚的鼓励。所以当视频里一个个角色接连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影视人物，而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林婉晴的坚定，许半夏的拼搏，沈黎的勇敢，还有那些被赵丽颖赋予灵魂的小人物，都在用不同方式告诉大家，人生不会因为一次考试就被定义，但所有认真努力过的日子都不会被辜负。高考重要，却不是人生的全部。考得理想，值得庆祝；结果不如预期，也不意味着未来失去希望。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够走多远的，往往不是某一次考试的成绩，而是面对困难时不服输的勇气。而这种勇气，正是赵丽颖角色带给观众最宝贵的礼物。看到这支混剪爆火，我忽然明白，大家喜欢的或许不仅仅是赵丽颖，更是在她的角色身上看到了曾经努力奋斗的自己。那些熬过的夜，流过的汗，咬牙坚持的瞬间，都在提醒我们，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在一次次跌倒后重新站起来。这也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。愿所有走进考场的学子都能带着这份力量出发。愿你们像赵丽颖塑造的角色一样，在人生的重要节点勇敢前行，不惧风雨，不负热爱。当最后一科考试结束，当合上笔盖的那一刻，也许你会发现，真正值得骄傲的，不只是分数本身，而是那个为了梦想全力以赴的自己。因为所有认真走过的路，终将繁花盛开；所有拼尽全力的青春，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芒。愿笔锋所至，梦想开花；愿前程似锦，未来可期。赵丽颖角色里的那份坚韧与勇敢，也愿化作千万考生奔赴未来的底气。顶峰相见，我们未来见。赵丽颖不是没戏拍，也不是缺资源，而是她想多陪家人，提升自己。赵丽颖最近又一次把大众的目光拉回到她的生活里。拍完《小城大事》之后，她没有像以前那样立刻接新戏，而是选择了为期6个月的进场保养。每天早晨，她会自己煮一碗清淡的粥，下午练字，让笔尖流淌出的墨香带来安静的节奏。傍晚，
她陪着孩子搭积木，笑声回荡在家中。这种看似平凡的生活，一经晒出，阅读量瞬间破亿。很多网友评论说，她明明手里还有丰富资源，却主动慢下来，这才是真正懂得生活、懂得工作的态度。其实，赵丽颖这些年拍戏的节奏几乎像开了外挂，出道将近20年，平均1年3部戏，高峰时期更是连轴转，没有喘息的机会。粉丝们算过，她参演的电视剧和电影加起来超过60部，电视剧近30部，电影10几部，还有各类综艺节目。正是这种拼劲和勤奋，让她从农村出身一步步走到如今家喻户晓的地位。曾经，她饰演的角色偏向仙气灵动，如精灵般存在于屏幕上。而如今，在小城大事中，她饰演的基层干部李秋平，举手投足都透着真实的力量和生活感。可以看出，她并非缺少工作机会，而是更想过点属于自己的日子，多给家人一些陪伴。这次的休息也绝非敷衍了事。公开资料显示，拍完戏后，她主动安排了半年多的时间来调整自己。在节目中，她也提到，杀青之后要先陪伴家人，比如孩子上学，她不是随便周末探望，而是真正把陪伴融入到每日作息中。当前娱乐圈大环境正在调整，2025年市场压力日益加大，有些剧难以拿到尾款，新剧开机也充满不确定性，演员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么轻松。赵丽颖手中仍有资源，但她并没有急着投入下一个剧组。这样的选择看似随性，却格外真实。她的身体早就发出信号，需要停下来休息。其实，这也不是她第一次按下刹车。当年结婚和生孩子时，她也曾停下工作。即便外界称她为拼命三娘，她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承受力。这次拍完戏选择进场保养，更多是一种对身体和情绪的尊重。高强度工作一旦持续过久，身体、精力和心情都会透支。赵丽颖愿意给自己留出空档，并非状态下滑，也非资源枯竭，而是她明白，要把进步积累起来，需要给自己一点自由呼吸的时间。她最拼命的时期，正值整个娱乐圈最热闹的几年，2000年代末到2010年代初，电视剧和网络剧爆发，谁拍得多，机会就更多。那时，她一部接一部拍，遵循着多做多出成绩的原则。2006年出道，她在黄晓明团队的帮助下慢慢积累资源。2015年凭《花千骨》爆红后，才真正成为大赢家。如今，观众更关注演员的真实感与生活感，流量明星需要适当收敛，而赵丽颖则敢把家庭和自己摆在第一位，这在娱乐圈可谓少见。演员这行，表面光鲜，背后却承受巨大压力。很多女演员将自己当工具，拍戏时被化妆、打光、修片环束缚，甚至牺牲个人时间和健康，还要忍受严格的要求，不能迟到，不能有情绪，要保持形象。赵丽颖的做法，用行动告诉大家，努力到极致并非唯一成功方式。这半年多，她真正把时间还给了自己，把生活、孩子和家庭摆在首位。这并不是退缩，而是让她沉淀下来，更好地把角色演活。对于新一代演员来说，大家早已意识到行业规则，并非人人都愿意拼命赶工、拼流量。即便短剧再火，也会暴露出各种问题，用身体换时间，用颜值换关注，用熬夜换成就。而赵丽颖的选择，显然是在说，我不再随波逐流，不被卷规则束缚。她将自己与生活融为一体，没有被卷生卷死的压力牵绊。观众喜欢她，不仅因为她漂亮或走红，更因为她活得真实，令人感到舒适。她能慢下来，是因为她懂得掌控节奏。不仅是赵丽颖，娱乐圈许多人都面临这样的选择。过去，无论拍古装剧还是职场题材，女演员必须遵守严格要求，甚至在外形、
表现力和生活上都高度约束。有些父母在孩子教育上也是如此，把补习和各类活动视作成功筹码，背后逻辑是为了得到认可，忍一切也值得。赵丽颖的进场休息，实际上是在说明，成功不必仅靠高产和流量去证明自己。她的粉丝和路人都理解，这种有节奏的生活让她更有魅力。她没有选择隐退，也没有拒绝资源。大家都看到小城大事里的李秋萍活灵活现，无论表情还是语气，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。即便白玉兰奖没有提名，她也能坦然面对。未来要不要接更多戏，全凭她自己决定，无人能左右。下一次亮相，赵丽颖肯定会带来惊喜。她用自己的节奏活出了自在，每一次放慢脚步，反而让观众对她未来的角色更为期待。她并非体力不支，而是清楚何时需要休息，何时该努力。真正能走得更远的人，也许正是这样懂得把握节奏的人。很多人都在问，赵丽颖为什么这么久没有进组？是不是没戏拍了？是不是资源下降了？可当真正了解她近几年的状态后，才会发现答案恰恰相反。赵丽颖从来不是没有戏拍，而是终于学会了给自己按下暂停键。看到她拍完小城大事之后的生活状态，说实话，我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。曾经那个一年拍3、4部戏，永远奔波在片场和机场之间的赵丽颖，如今会在清晨给自己煮一碗热粥，会静下心练字，会陪孩子搭积木，会认真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。这样的画面没有聚光灯，没有红毯，却比任何热搜都更让人觉得温暖。这些年一路追着赵丽颖作品走过来的观众都知道，她的成功从来不是运气。从农村女孩到一线演员，她走的每一步都比别人更艰难。刚出道时，她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本力捧，只能靠一个又一个小角色慢慢积累。后来从陆贞传奇到花千骨，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到风吹半夏，再到如今的小城大事，她几乎把人生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镜头。很多演员一年拍一部戏已经算高产，而赵丽颖巅峰时期几乎全年无休。别人休息的时候她在拍戏，别人旅游的时候她在背台词，别人享受生活的时候她在剧组熬夜赶进度。正因为如此，当今天看到她主动停下来时，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成熟。尤其是小城大事里的李秋萍，让很多观众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赵丽颖。曾经的她最擅长塑造灵气十足的古装角色，花千骨的纯真，盛明兰的隐忍，都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。但李秋萍不一样，这个角色身上没有主角光环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经历，有的只是基层工作者面对现实生活时的责任与担当。而赵丽颖把这种普通人的烟火气演出来了。她不再刻意追求漂亮的镜头，不再依赖偶像剧式的滤镜，而是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。这种变化其实比获得多少奖项更难得。所以很多人说她这次休息是因为状态不好，我并不认同。恰恰相反，一个懂得休息的人，往往才最清楚自己未来要走的路。娱乐圈从来都是一个高速运转的地方，流量更新速度极快，很多人害怕停下来，害怕被遗忘，害怕失去热度，于是拼命接戏，拼命曝光，拼命制造话题。可赵丽颖却选择了另一种方式，她没有被流量裹挟，也没有被外界的声音左右。该努力的时候全力以赴，该休息的时候坦然休息。这种底气来源于哪里？来源于作品，因为她已经用近20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。真正优秀的演员不需要靠天天出现在热搜上维持存在感，观众记住的永远是角色，而不是营销。很多网友说，现在越来越喜欢赵丽颖，不只是因为她演戏好，更因为她活得真实。这种真实在娱乐圈其实非常珍贵。她会承认自己的疲惫，也会承认自己需要陪伴家人。
他不会把自己包装成永远完美的人，而是让大家看到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绪、有生活的普通女性。尤其作为母亲，她愿意把时间留给孩子，这一点更让很多观众产生共鸣。事业重要，家庭同样重要。能够在最红的时候拼尽全力，也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回归生活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。有人把这种选择称为躺平，但我觉得完全不是。真正的躺平是放弃成长，而赵丽颖的休息更像是在蓄力。练字、阅读、陪伴家人、调整状态，这些看似平淡的事情，其实都在丰富一个演员的内心世界。对于演员来说，生活经历越丰富，对角色的理解就越深刻。好的表演从来不只是技巧，更来源于真实的人生感悟。所以当很多人担心赵丽颖会不会逐渐淡出的时候，我反而对她的未来更加期待，因为她已经不再需要证明自己能不能红。她现在追求的是如何成为更好的演员，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这样的赵丽颖少了一些急功近利，多了一份从容与坚定；少了一些被流量追赶的焦虑，多了一份掌控人生节奏的智慧。或许这正是他这些年最大的成长。他没有停下脚步，只是换了一种前进方式。而对于喜欢他的观众来说，最值得期待的从来不是他一年拍多少部戏，而是下一次出现在荧幕上的时候，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令人惊喜的角色。因为我们相信，真正优秀的演员从不会被短暂的成绩定义。赵丽颖如今的选择，不是退场，而是在为下一次更加耀眼的绽放积蓄力量。等她再次归来时，那份经过生活沉淀后的表演，也许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动人。破防了，看懂王一博有匪谢允的悲情内核，侠骨柔情的巅峰塑造，观众满意度飙升73%。那个能让你笑着笑着就哭了的江湖浪子，到底藏着怎样的底色？王一博在有匪中塑造的谢允，当得起一句惊艳了时光。如果只看表面，这是个嘴贫话多、轻功绝世的落魄王爷。可剥开那层诙谐的外壳，你会发现他把一个身负透骨青之毒，随时可能倒下的悲情角色，演出了令人心碎的层次感。身形如风，一颦一笑尽是江湖。第一次见谢允踏风而来的人，大概都记住了那个画面。清瘦挺拔的身形在威亚上舒展自如，翼袂翻飞间带着少年侠客独有的灵动和飘逸。这不是靠替身或剪辑能堆出来的效果，王一博本身的身段条件和长期训练带来的身体控制力，让有匪中谢允的每一场轻功戏都赏心悦目。他那股子潇洒劲儿不是摆拍的，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。歪头挑眉逗周匪时的嬉皮笑脸，耍赖撒娇时眼角的小得意，都精准地接住了角色表面不正经的人设。你看他吊儿郎当的样子，真会觉得这就是个没心没肺的江湖混混，直到下一秒他的眼神告诉你，你被骗了。嬉皮笑脸背后藏着一触即碎的温柔，这才是王一博在有匪里最让人破防的地方。谢允的核心设定是用乐观严格苦难，而他把这种反差演出了极致的感染力。和周匪在一起时，他永远在笑，在闹，在不正经，像一道挡在残酷现实前的光。可一旦独处，或是毒发时额头沁出冷汗的那一刻，他眼底的落寞和疲惫就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。那种眼神的转变不是刻意的演技大赏，而是极其自然的收放。前一秒还在贫嘴哄人，后一秒垂眸时，所有的伤痛都化成了一声轻轻的叹息。尤其是他强忍透骨青的折磨，却还要默默守护周匪，为他扫平前路的戏份，那种隐忍感太有共情力了。他不是喊疼才叫悲情，而是笑着替你扛下所有时，你才知道这个人有多让人心疼。这就是王一博塑造的有匪谢允最成功的地方，他不靠苦情戏卖惨，而是让观众自己去发现他藏起来的破碎感。当你看懂了他每次嬉笑背后的忍耐，
看懂了他对周斐的每一次退让和成全，这个角色的魅力才算真正打开。那场经典的风车告白戏，他的温柔不是热烈的、席卷的，而是小心翼翼，生怕惊扰了心上人的那种。这样的深情，谁扛得住？江湖羁绊，把偏爱演进了骨子里，当然不能忽视他与赵丽颖之间自然松弛的对手戏。谢允对周斐的偏爱是收敛而非张扬的，是为了你我可以收起所有锋芒的那种。王一博处理这种情感时很聪明，不靠夸张的表情或煽情的台词，而是用护短时不经意的侧身一步，调侃时藏不住的眼角笑意，把那份专属的宠溺一点一点渗透进日常互动里。两人之间的江湖羁绊感之所以那么动人，正是因为这份细水长流里有真心的温度。说到底，王一博在有匪中拿出的不只是外形上的契合，更是对角色悲情内核的一次精准剖白。他没有把谢允演成一个完美的英雄，而是演成了一个值得被理解、被心疼的人。这种塑造力打破了很多人对年轻演员的刻板印象。你印象最深的谢允名场面是哪一场？他的哪句台词戳中过你？评论区聊聊吧，也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更多走心拆解持续更新中。作为一名观众，重刷有匪时，我越来越觉得王一博饰演的谢允之所以能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白月光，并不只是因为他长得帅、轻功好看，而是因为他把这个人物最复杂、最让人心疼的灵魂演活了。第一次看谢允，很多人都会被他的幽默吸引。他总是笑着，说话不着调，3句话离不开调侃，仿佛天塌下来都能当个玩笑讲出来。可随着剧情推进，才发现这份轻松背后其实藏着巨大的痛苦。谢允从来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，相反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命运有多残酷。透骨青的折磨，身世的沉重，未来的不确定，都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。而王一博最厉害的地方，就在于他没有把这种痛苦演得撕心裂肺，而是演成了一种克制的悲伤。很多演员演悲情角色会选择流泪、呐喊或者情绪爆发，但谢允不同，他越痛的时候反而越爱笑，他越难受的时候越喜欢逗别人开心。这种把眼泪藏进笑容里的处理方式，恰恰最容易击中观众内心。尤其是那些独处的镜头，现在回头再看依然令人破防。前一秒还在周斐面前插科打诨，下一秒转过身，眼神瞬间暗下来。没有夸张的表演，没有刻意煽情，仅仅一个垂眸，一次停顿，就让人感受到角色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孤独。这种情绪转换其实非常难演，因为它要求演员不能演得太满，也不能完全收着，多一分显得刻意，少一分又无法传递情绪。而王一博恰恰把这个尺度拿捏得十分精准。很多观众后来评价谢允时都会说一句话：越看越心疼。双引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从来不主动展示自己的伤口。真正让人难过的，不是一个人哭着说自己有多苦，而是他明明已经遍体鳞伤，却还在努力给别人撑伞。谢允就是这样的人，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随时走到尽头，却依旧选择保护周斐。他知道前路危险重重，却总是把最轻松的一面留给身边的人。这种近乎本能的温柔，被王一博演得格外动人。特别是在感情戏方面，他没有把谢允塑造成那种霸道热烈的男主角，而是演出了一个真正懂得尊重和守护的人。他对周斐的爱，从来不是占有，而是成全，是危险来临时下意识挡在前面，是默默替他解决困难却从不邀功，是明知道自己未必能陪他走到最后，却依然希望他能够自由自在地活着。这种感情表达没有轰轰烈烈的台词，却有着更持久的力量。而风车告白那场戏，至今仍然被很多观众反复回味。那不是少年人的冲动表白，也不是刻意制造浪漫，而是一种温柔到骨子里的深情，
王一博用非常细腻的眼神变化，把谢允内心的珍惜、克制和不舍全部展现出来。那一刻，观众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角色，更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。除了情感层面的塑造，王一博在动作戏上的表现同样令人惊喜。谢允被称为轻功天下第一，这个设定如果演不好，很容易变成空洞的人设。但王一博凭借出色的身体控制能力和舞蹈功底，让谢允的每一次腾挪翻转都充满美感。翼妹翻飞时的潇洒，飞身而起时的轻盈，危急时刻出手救人的果断，这些动作不仅仅是在完成武侠场面，更是在塑造人物性格。观众会相信，眼前这个人真的来自江湖，他有侠气，也有少年气。更难得的是，谢允身上同时拥有洒脱与脆弱两种完全相反的气质，而王一博把两者自然融合在了一起。他可以是谈笑风生的浪子，也可以是背负宿命的孤勇者，可以是让人忍俊不禁的开心果，也可以是让人心疼到落泪的意难平。这份层次感，正是谢允能够多年后依然拥有极高讨论度的重要原因。很多角色会随着时间被遗忘，但真正成功的角色会留在观众心里。谢允显然属于后者，直到今天，依然有无数观众会因为某个片段、某句台词、某个眼神重新想起这个角色。而王一博也通过这个角色证明了一件事：一个优秀的演员不一定靠激烈的情绪输出打动观众，有时候一个藏着千言万语的眼神，一抹若有若无的微笑，就足以让人记住很多年。有匪里的谢允，表面上是那个最爱开玩笑的人，实际上却是全剧最让人心疼的人。而王一博最成功的地方，就是让观众在一次次欢笑之后，慢慢读懂了这份藏在峡谷之下的柔情，读懂了那个始终把伤痛留给自己，把温暖留给别人的谢允。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多年过去，当大家提起有匪时，谢允依然能够轻易让人破防。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武侠角色，更像是每个人心中那个明明受过伤，却依然选择温柔对待世界的人。而王一博则赋予了这个角色最鲜活、最动人的生命力。王一博做特殊服务，灵魂摆渡空降播出。最近灵魂摆渡10年空降播出，快速直通大结局，24集在5天内全部放出。即使这样，也刷新了平台中短剧记录热度，还是妥妥的高。看得出老粉还是捧场的，没流量艺人的情况下，数据已经不错了。这次因临时提档，仅有1天的宣传期，剧的热度主要依靠剧粉自发安利扩散，可能很多没注意到消息的都还不知道，再看就已经播完了。所以主演于毅在直播中也提到，能播真的很不容易。大家也都知道，这类题材过审真的挺难，经过改了又改才上线。有网友觉得能播出就可以了，看完觉得有遗憾，却也够满足了。可也有吐槽剧没过去好看的，感觉是硬看完的，主演们也跟过去的感觉不一样了。这剧算是很把剧粉放在心上了，经过多年还没忘记给大家再来一部。如果换其他剧方，早就在当年题材被严卡的情况下就放弃了。多年前第4季其实有在拍，可惜被叫停了。与剧相关的景都搭好了，定妆照那些也都已经安排上了，但没办法，只能被迫杀青。最近有狗仔爆料称，某顶流在出道之前曾经做过不可言说的特殊服务，还指出这位男星是所在上市公司几乎唯一的收入来源。狗仔讲到前面的时候，大家还摸不着头脑，可一讲到上市公司和唯一收入来源，明显指向的就是王一博。但关于这个塌房的爆料证据不足，也没有任何实锤就被闹上热搜，大概率是给跑男那边转移视线的。王一博身上那些事，想必大家吃瓜也都吃明白了。如果不是和乐化续约，公司还会让他身上的恋情、孩子等绯闻持续发酵。王一博也抠脚休息了这么久，续约之后公司会安排他进组拍戏。他背后的资本是阿里蚂蚁系，
进组的电影也会是阿里投资，就算是抠脚已久，再回归也会有不错的项目等着他。最近娱乐圈的热搜总是来得猝不及防，原本不少观众还沉浸在灵魂摆渡10年突然上线的惊喜之中，没想到另一边关于王一博的各种传闻又一次占据了讨论区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我都会感慨一句：流量越高的人，似乎越难拥有真正平静的日子。说实话，看到所谓爆料的时候，很多网友第一反应并不是震惊，而是熟悉。因为这些年围绕王一博的各种传闻实在太多了，从恋情到隐婚，从孩子到各种莫名其妙的猜测，几乎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一次。可有意思的是，这些传闻往往声势浩大，却始终拿不出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。作为一路关注王一博成长的观众，我越来越觉得，一个艺人真正的价值，从来不是靠热搜证明，而是靠作品说话。回顾这些年的王一博，他的人生轨迹其实非常特别。从偶像出身到演员、歌手、主持人，再到职业赛车手，他一直在不断突破外界对自己的固有认知。很多人只看到了他的流量，却忽略了他背后付出的努力。尤其是在影视领域，王一博这些年的进步非常明显。很多观众认识他是从《陈情令》开始，那时候的蓝忘机沉默寡言，台词并不算多，但他却用细微的眼神和情绪变化塑造出了角色独特的魅力。后来无论是《风起洛阳》里的百里弘毅，还是《有匪》中的谢允，都让观众看到了他不断成长的表演能力。真正让我刮目相看的，则是他进入电影领域之后的表现。电影和电视剧完全不同，镜头更近，细节要求更高，演员的一点点情绪波动都会被无限放大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王一博没有选择停留在舒适区，而是主动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。无论是热血青年，还是复杂的人物形象，他都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。很多时候，观众会发现王一博并不是那种特别喜欢解释自己的人。面对争议，他很少在社交平台长篇大论回应；面对质疑，他更多选择用行动证明自己。这种性格在娱乐圈其实并不常见，因为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，很多人习惯通过制造话题维持热度，而王一博给人的感觉却恰恰相反。他似乎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训练、学习和拍戏上，而不是参与各种无意义的舆论拉扯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每当网络上出现新的传闻时，总会有越来越多理性的观众选择等待事实，而不是轻易跟风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一个能够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娱乐圈持续保持影响力的人，靠的绝不仅仅是运气。如果只是流量，热度早就过去了；如果只是资本，观众也不会长期买单。真正能够让王一博一直站在聚光灯下的，是他不断积累的专业能力和越来越成熟的作品表现。最近关于他即将进组新项目的消息，也让不少粉丝充满期待。对于演员来说，最好的回应从来不是争辩，而是新的角色、新的作品。因为观众最终记住的，永远是荧幕上的人物，而不是网络上的留言。我一直觉得，王一博身上最难得的一点，就是那种不服输的劲头。外界越是质疑，他越是安静地往前走。别人讨论他的热搜，他在训练；别人研究他的绯闻，他在准备角色；别人等待他的失误，他在积累下一次突破。这样的成长轨迹或许不够轰轰烈烈，却格外真实。娱乐圈从来不缺一夜爆红的人，但能够在高压环境下持续成长，并且不断拓宽自己边界的人，却并不多见。因此，比起关注那些真假难辨的传闻，我更期待看到王一博未来的新作品。因为时间会证明很多事情，而真正优秀的演员，也终将用作品赢得属于自己的答案。对于观众来说，最值得期待的从来不是热搜上的风波，而是当影院灯光暗下，
镜头亮起时，那个不断挑战自我、不断成长的王一博，再一次带给我们的惊喜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